你好，欢迎每天听本书。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名字叫《如果你那么聪明》。这本书呢，是一位经济学家写的，句子里的这个你指的就是经济学家。你可能感觉到了啊，这个书名话只说了一半，它的全句应该是如果你那么聪明，为什么会没钱呢？这句话听着有点扎心。它的潜台词是，既然经济学家那么懂得商业和市场运行的规律，那他们就应该能够预测市场的走向、商业的趋势，那么他们就应该能靠预测挣到钱呀。可现实是，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有靠预测挣到钱，而且他们做投资也一样会赔钱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得先弄明白经济学家是做什么的。今天要解读的这本书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。这本书的作者叫迪尔德利·麦克洛斯基，他是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教授。他学识很丰富，除了教经济学，他还教历史、英语、传播学等等不同的学科。所以有人说他是当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。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很推崇他的著作，包括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小罗伯特·卢卡斯，还有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教材《经济学原理》的作者曼昆。当然了，还有我们得到 APP 经济学课程的主理人薛兆丰。麦克洛斯基很擅长跨学科的综合研究，这本《如果你那么聪明》就是这样的。他借助传播学、修辞学的理论，为你拆解经济学家是怎么讲道理的，帮你透过难懂的公式和复杂的逻辑，看懂经济学家到底在说什么，又是怎么说的。这本书呢，读起来很烧脑，不过读完之后，我感觉很值得。就像推荐语里说的，你能从这本书里学到真正的经济学批判性思维。另外它也能帮你掌握一些具体的方法，识破那些不靠谱的经济学观点。接下来我会分两部分来讲这本书的主要观点。首先，我们要回答书名里提出的问题：如果经济学家那么聪明，为什么会没钱呢？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出发，来说说经济学家到底是干什么的。第二，明确了这个前提之后，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经济学家是怎么表达观点的。好，如果经济学家那么聪明，他们为什么会没钱呢？这个问题明显是在讽刺那些夸夸其谈、声称能够预测未来的专家。有一个很简单的推理就能证明，他们的预测其实没什么道理。首先我们假设，如果不考虑环境因素，任何人看到路边有500块钱，肯定会把它捡起来。作者呢，管这个假设叫一般贪婪公理。经济学家也都认可这个公理。第二，我们就得承认一个让人有些失望的结论，那就是在我们上下班的路上，肯定没有500块钱躺在地上等着我们去捡。这个结论很容易证明，我们就来一起推理一下。如果在 t 减 n 的时间段上，在一条路上躺着500块钱，那么根据前面说的贪婪公理，一定会有人在 t 这个时间段内把它捡走。我们用常识来思考一下，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。如果有人到处给别人提建议，说他能告诉你怎么才能在路边捡到500块钱，而他呢，只收一点服务费，你会买这个服务吗？肯定不会，因为你知道，如果真的有这500块钱，那个人早就把它捡走了。这个道理太明显了，当然不会有人上当。我们不会相信推销员说你买的这款车子只对你才有优惠，也不会相信那些投入一点钱就能领大奖的短信。可是作者说，有意思的是，到了美国上流社会的慈善晚会上，人们又好像忘记了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。他们会迫不及待地去问经济学家，利率会怎么波动，房价会怎么变化，玉米的价格又会怎么变化。就算经济学家回答了，他的话可信吗？如果一位经济学家真的告诉你玉米的价格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，那他就等于在说，只要用自己的房子做一点抵押，就能快速赚到几十万。这跟告诉你哪里能捡到500块钱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说到这里我们自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，不是很多人做股市的预测，有基本面分析师、技术派分析师，甚至还有人尝试用深度学习来预测股票吗？那如果具备专业的知识，股票的价格应该可以预测吧？但事实上，经济学家很早就意识到股票的价格不能预测。1931年，现代统计学大师考尔斯他就放弃了一桩预测股市的生意，因为在那之前他没有预测到股市的大崩盘。他沮丧地发现，股票价格的变化有很多偶然因素，不能预测。
薛兆丰老师在薛兆丰的经济学课里有一讲就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，我来给你简单回顾一下他的推理啊。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，价格取决于人们的预期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有一棵苹果树，我们对它的预期是每年能结出10个苹果。结果呢，下了一场大雨，苹果树被雷劈掉一半，那从明年开始，它每年就只能结出5个苹果。这时候，我们对这棵苹果树产量的预期就变了，那苹果的价格就会变。那么人们的预期是因为什么发生了变化呢？没错，是因为苹果树被雷劈的这个消息。消息就是新的知识。所以薛老师说，只要有新的知识产生，预期就会发生变化，价格就会发生变化。但是新的知识那一定是意外的知识，就像苹果树被雷劈，我们不可能预见到这件事会发生。所以股票的价格可以预测吗？显然不能。这段推理非常精彩，感兴趣的话也推荐你去听一下这节课。但是啊，也有可能有人会反驳说，那确实有人根据股市经纪人或者自己对股票的预测赚了大钱呀。没错，但是作者又反问道，那也有人同样在赛马赌球上赚了大钱呀。在投资的问题上，我们不能忽略运气的因素。最后呢，还有人可能会反驳说，经济学家他们没办法靠投资挣到钱，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本钱。有的经济学家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。20世纪70年代，芝加哥大学就有一群经济学家，他们在午餐会上抱怨，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他们，让他们失去了一个赚大钱的机会。因为当时美国的利率高得离谱，在经济学家看来，利率这么高的话，未来一定就会下降。那利率下降了，债券就会涨价，这不就是一个稳赚不赔的好机会吗？结果呢，不久之后，利率不但没有下降，反而上升了。还好啊，银行做了明智的决定，这群经济学家才没有负债累累。我还想到了一个美国金融危机时期的例子。美国长期资本公司是1994年成立的，它是当时最牛的对冲基金之一。它的创始人叫麦利威瑟，是华尔街的债券套利之父。他开创这间公司的时候，找到了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经济学家做合伙人，包括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，还有麻省理工、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。一开始啊，长期资本的业绩非常出色，在成立的头10个月里，基金就赚了 20%， 到了第2年赚了 43%， 第3年赚了 41%， 3年累积的收益达到了21亿美元。但是到了第5年，也就是1998年，俄罗斯金融风暴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动荡，长期资本却做了错误的决策，它放大了金融衍生产品的运作规模，那就在短短的150天里，资产净值就下降了 90%， 出现了43亿美元的巨额亏损，差一点就破产了。你看啊，那么多聪明的经济学家聚在一起，还是有可能做出这样错误的投资决策。所以作者说，经济学家投资失败那是寻常事儿，他自己也在投资中赔过钱，有时候呢是投资了看起来肯定会赚钱的房地产市场，有时候呢是投资了由经济学家组成的智囊团推荐的外汇。既然投资建议不靠谱，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一个行业呢？这件事说起来还挺好笑的。给别人提投资建议这个行业，不是经济学家提出来要做的，而是因为一次法院的判决。20世纪末，美国有一些有争议的财产案，他们一般争议的焦点就是，如果人们把养老基金委托给其他人管理投资，那投资失败了怎么办？这种案子法院很不好裁决，因为投资失败的原因不好界定，所以法院就提出，管理养老基金的基金受托人应该咨询相关领域的专家，请他们给出合理的投资建议。给别人提投资建议这个行业就是这么出现的。经济学家能够靠预测未来赚钱，应该说就是受惠于美国法院提出的这个要求。那有一个聪明的经济学家呢，就是这么做的，他的名字叫奥托·埃克斯坦。他把大规模的统计模型用在了商业上，开了一家公司，把自己对价格和利率的预测做成报告，再卖给别的公司。这家公司呢，在1984年盈利达到了8400万美元。不过啊，埃克斯坦的公司从来没有根据自己的预测做过投资。作者调侃说，如果他这么做了，没准能赚到更多的钱呢。看到这里啊，我觉得作者真的很大胆，他这番话不是把很多同行的工作一棍子给打死了吗？
不过读完这本书，你就会发现，作者其实不是在挑战同行，相反，他是要站出来替他的同行说话，澄清很多人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误解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经济学家不是预言家，预言是魔法世界里占卜师的工作，而经济学呢，是一门现代科学，现代科学天然就是反魔法的。和其他现代科学一样，经济学要做的是创造一个思想框架，拒绝魔法提供的解决方案。经济学拒绝魔法提供的解决方案呢，不是因为魔法是邪恶的，而是因为它太过简单了。这个世界不会你擦一下神灯就有精灵来满足你的愿望，也不会看一下水晶球就能知道命运的走向。经济学家会告诉你这个世界更复杂的真相，好的东西一定是稀缺的，我们必须用辛勤的汗水来满足我们的欲望，我们不能打个响指就变得富有，所有的事情都要付出代价。有些人误以为经济学能够预测未来，是因为他们忽略了经济学家的局限。那经济学家到底是做什么的呢？他们既不是预言家，也不是实践者，他们是观察者。经济学家的工作和社会学家、文学艺术批评家是一样的，只是他们观察的对象不同。社会学家观察社会，批评家观察艺术，那经济学家呢，观察经济活动。文学批评家不一定能写出伟大的小说，艺术理论学者也不见得擅长音乐或者绘画。同样的，经济学家做企业搞投资也不一定能成功。观察者的任务是发现这个世界精度更高的真相，把它们总结成知识，然后向更多的人讲述这些知识，解释这个世界。他们有智慧，但是不一定很有钱。好，我们已经澄清了我们对经济学家的一些误解。经济学家不是预言家，也不是实践者，他们是观察者。观察者要做的呢，就是总结知识，表达观点。总结知识需要用到学科内部的知识体系研究方法，那表达观点呢，就要用到修辞。在这一点上，各个领域的学者都是一样的。修辞有4样法宝：事实、逻辑、隐喻和故事。那我们一般会觉得呢，经济学既然是现代科学，那科学呢又是实证的，所以它肯定是依靠事实和逻辑。隐喻和故事那是文学艺术的事儿。不过作者说这其实是一个误会。经济学当然肯定离不开事实和逻辑，但它也同样离不开隐喻和故事。第二部分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。首先，只要是经济学家就会用到隐喻。我在解读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那本书的时候就提到过，隐喻是我们的思维方式，那在经济学里也一样。举个简单的例子经济学家会说，纽约的公寓市场就像黑板上的一条曲线。你想想在现实生活中，这条曲线并不存在。我们是把现实中交易价格的变化比作了黑板上的一条曲线，这就是隐喻。经济学里的概念和模型很多都是从隐喻来的。同样的只要是经济学家就会讲故事。比方说西方的经济学家呢就会讲这样的故事。他们会说，很久以前他们很穷，接着资本主义大发展，现在他们富裕起来了。你随便翻开一本经济学著作，只要稍加注意，你就会发现里面到处都是类似的故事。经济学家经常用故事来说明观点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就讲过这样一个故事。他是这么说的有一天，他采访了一对很穷困的农民夫妇，他发现这对夫妇虽然很穷，但是呢，对生活特别满足。他就问这对夫妇，你们这么穷，为什么还这么满足呢？这对夫妇回答，你错了，教授，我们并不贫穷。我们用自己在农场的收成供养4个孩子上大学，我们把肥沃的土地变成了法律知识和拉丁语，我们很富有。舒尔茨讲这个故事呢，是要用它说明一个经济学原理，就是土地是有形资本，而法律和拉丁语知识是人力资本。所以这对夫妇其实是在说，他们把有形资本兑换成了人力资本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他们确实很富有。类似的例子太多了，你发现了吧？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，经济学家其实会大量的使用隐喻和故事。但是呢，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他们误以为自己的研究主要就是靠事实和逻辑，就算用到了隐喻和故事，也不过是为了表达效果而不得不使用的小技巧。但是作者特别强调，这是一个误会，而且这个误会对经济学的发展是有害的。
害处很多，我们就不一一展开讲了，就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。如果没有发现自己利用了隐喻和故事来说理，经济学家就会误以为他们讲的就是事实。作者说，现代哲学大师罗素就经常犯这个错误。罗素说，教会的主教支持战争，是因为他们在军火生意中做了投资。他以为自己说的这个就是一个事实，但实际上呢，这是他讲的一个故事。为什么呢？教会的主教支持战争是一个事实，他们在军火生意中做了投资也是一个事实，但是这两件事的因果关系，那就是罗素编的故事了。作者写这本书就是要提醒经济学家，也提醒我们所有人，重视隐喻和故事不会让经济学变得不科学不理性，恰恰相反，这样做会让经济学更理性也更讲道理。那么经济学家怎么用好隐喻和故事更好的讲道理呢？作者在这本书里呢也讲了很多具体的方法，我想跟你分享其中2个最实用的。第一个是找到最小故事，用最小故事明确地表达你的观点。什么叫最小故事？就是去掉所有的细节之后，故事的骨架。在经济学里，一个最小故事包括3件事儿。举个例子啊，事件1，约翰很穷；事件2，约翰发现了一罐金子；事件3，约翰很有钱。把这3个事儿连在一起，就是一个最小故事。那一般情况下呢，这个事件1和事件3描述的都是状态，用经济学的术语说，就叫均衡，也就是不变的状态。事件2呢，应该是一个行动，它能够把事件1和事件3连起来。所以作者说，一个完整的经济学故事至少包括从一个均衡向另一个均衡的过程。一个经济学的观点就是这样出现的。找到经济学里的最小故事，它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，它能够帮我们分辨经济学里的各个学派，他们观点的分歧往往就在事件2上。在解读这本书的时候呢，我还发现了作者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短视频，在那里面呢，他就讲了3个最小的经济学故事，正好代表了3种不同的经济学观点。他是这么说的啊，过去人们很穷，在19世纪以前，世界人均收入只有3美元，相当于每天只能买不到一杯咖啡。但是现在呢，人们很有钱，美国的人均收入是130美元，相当于是涨了60多倍。我们就可以根据这2个数字画出一条简短的经济发展的曲线。你先画一条直线，就是从很早以前一直到1800年，一直维持在3美元这个位置上，然后到了1800年就突然大幅上涨。整体来看呢，这条曲线就像是一根曲棍球杆。3美元和130美元就是过去和现在2种不同的状态，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事件1和事件3。那只要加入了事件2，它就能成为一个最小故事。所以你选择的事件2是什么，就决定了你的观点是什么。在经济学里，它就对应了不同的学派。有一种解释是，事件2呢就是剥削。我们经常能听到有人说，西方现代社会的人很富裕，是因为另一些地方的人变穷了。但是作者不同意这个观点，他的理由是，在直线的那段区间里面，就是一直停在3美元的那段区间里面，剥削也一直存在，但是经济呢并没有增长啊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事件2是投资，这个观点啊，作者也不同意，因为这条上涨的曲线幅度太大了，它不可能是一砖一瓦累积起来的。那他本人的观点是什么呢？他认为事件2应该是创新，是现代大学、水泥材料等等各方面的改变。那你同意他的观点吗？不管我们是不是同意他的观点，通过这个例子，你应该能够感觉到怎么利用最小故事来表达经济学的观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说他提到的第2个方法，就是用隐喻和故事来相互检验，检查一个观点是不是正确。我们刚才提到了修辞有4样法宝，实际上啊，修辞的4样法宝都可以用来检验观点。那自从培根提出了科学归纳法呢，用事实来检验观点就是科学的基本方法。逻辑当然也可以检验观点。如果你认可笛卡尔开始的理性主义传统，你应该不会怀疑这一点。那作者在书里要强调的是，经济学家不那么重视的故事和隐喻也能用来检验观点。具体的方法就是用隐喻和故事来相互检验。隐喻和故事是可以相互验证的，这件事儿在修辞理论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有一句俗语说，厨子多了会毁了汤，这是个隐喻。
但是相信你也可以举出很多合作共赢的故事来推翻它，对吧？在现实中，隐喻和故事经常发生矛盾，这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特点。但是呢，如果在一本经济学的著作里，它的隐喻和故事发生矛盾了，它的观点就会立不住。这么说呢，可能还是有点抽象。那我就用19世纪大英帝国衰落的例子来具体解释一下。大英帝国为什么会衰落？这是一个西方经济学家特别关注的问题。那主流的观点就认为，这要怪到更早的维多利亚时期。当时的英国就像龟兔赛跑中的那只兔子，其他国家都在你追我赶的时候，它却沉浸在帝国的幻想之中，不求发展。那你发现了吧？这个判断的基础是一个隐喻，它假设国家和国家之间在进行一场赛跑。这个隐喻的影响力太大了，已经成了西方人理解现代国家发展的基本观点。这个观点呢，就会让西方人陷入到争霸的思维里，那必须领先，必须争当第一。今天的美国就一直处在这种对失去领先地位的焦虑之中。但是这个隐喻正确吗？作者在书里就用了2个故事来检验这个观点。在英国人之前，荷兰人其实也经历过类似的所谓的衰落。那么荷兰后来怎么样了呢？它变得更贫穷、更落后了吗？并没有。虽然荷兰不再是一个对世界发号施令的大国，但是它仍然很富有，而且在很长的时间里，它都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。今天，不管我们用任何指标来衡量，荷兰都不能说是一个落后的国家。所以，荷兰或许失去了霸权，但是它的故事并不是一个衰落的故事。我们再换一个故事来试试。有一位经济学家，他统计了11个国家在20世纪的发展情况。他发现，从1900年到1987年，所有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都有显著的提高，在这80多年里大概增长了3倍。不管他们是不是得了第1名，像这样幅度的经济增长，肯定都能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。那些没有获得第1名的国家就衰落了吗？显然不是。所以啊，最好的经济学家一定都是同时能善用4种修辞法宝的。比如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·科斯，他在讲述任何观点的时候，都会尽量避免过度使用一种修辞。在这个意义上看，经济学家和小说家或许没有那么大的区别，他们都是善用修辞法宝，用它们来表达自己观点的人。好，这本《如果你那么聪明》我就讲到这里。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。经济学呢，是一门现代科学。现代科学就像是放大镜，它提高了我们看世界的精度。经济学家呢，就是一群拿着这个放大镜观察经济活动的人。他们有智慧，但是不一定很有钱。但是呢，现代科学过度的强调实证，也让经济学陷入了一种困境，只重视事实和逻辑，无视经济学中到处可见的隐喻和故事，这反而是不理性的。看完这本书啊，我的感受是，经济学家和小说家的区别或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。边际生产率和会说话的熊一样，都是隐喻。创新使人均收入从3美元涨到了130美元，它和约翰捡到一桶金子变得很有钱一样，也都是故事。所以作者说，经济学本质上就是一个寓言，一个有关自立的寓言。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，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。